有什么依据说我已经死了？凭证是什么？下次会不会又发一个名单，说我是杀人犯、通缉犯，这样叫派出所按了名单来抓我呢？一定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女子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，她莫名其妙就被注销成了死亡户口。如果不是一个机缘巧合，说不定她还依旧蒙在鼓里，被迫和这个世界挥手告别。女子直呼崩溃，表示自己今天被安上死亡户口，明天会不会就变成通缉犯了？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据陈女士所述，自己前不久被公司派遣到香港出差，因为工作繁忙，便委托父亲帮自己跑一些手续，结果不仅手续没办理完成，父亲还给女儿带来了一条噩耗。他说完了，可能是我们搞错了。我说错什么？他说你女儿已经死了好几年了。父亲把消息告知女儿后，陈女士惊恐的同时倍感不解，自己好端端的活着，怎么就突然成为死亡户口了呢？而让她更加无法接受的是，自己竟然已经去世了3年之久。如果这次不是在深圳宝安办那个港澳通行证签注的话，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已经死了几年了。而令陈女士更加匪夷所思的是，既然她是死亡人员，为何在这3年期间依旧能用身份证购买车票或是办理医保呢？她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去世了呢？为了了解真相，陈女士便来到户籍处查询，结果在材料上显示，陈女士早在2015年就被宣告死亡了，并且二话不说就把陈女士的户口给注销了。陈女士被气得浑身发软，因为在此期间她和家人从不知情，相关部门也从未核实，就让陈女士被迫去世。居委会每一年都有人口信息普查，我们都有提交资料，你为什么不去居委会去调查？你自己就草率签字，说情况属实，这让陈女士恼怒万分。他们认为对方之所以这样做，完全是有目的的，很有可能在她被迫死亡的这3年里，拿着她的身份信息做非法之事，例如骗保或是骗财产。为了查明真相，陈女士便来到户籍处，然而工作人员却表示，当初那名草率签字的人已经被调去了其他部门，所以有疑问还请去找派出所所长。然而来到派出所后，所长却拒绝露面，让陈女士有疑问就去找户籍处。就这样，众人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。开证明开的已经死了3年了，我们就说找那个户籍的说找所长，你现在告诉我说下去再找户籍的再跟我说再让我找所长。就当众人打算离开，将此事反映给上级部门时，一名工作人员跑了出来，向众人道出了事实真相。那个片其实拆了找不到人，以后你们应该某个环节有点出差错。那所有拆迁找到人了都按死亡人口来办吗？不是，上面人家是有一些做出来规定啊，有什么因为你拆迁找不到人，就做其他啊。原来当时陈女士所在的位置是一片拆迁区，拆迁完之后却从始至终都找不到陈女士本人。既然拆迁找不到人，他们便把陈女士的姓名标注在了其他名单之中。结果户籍处阴差阳错认为陈女士已经去世了，这才把她登记到了死亡名单。不过在这期间的数据都是卫计部门提供的，和他们公安部其实并无关系。随后陈女士又找到了卫计部门，可对方却给出了相反说法。我们这边从来没有给他们过这种数据，知道吧？你们会有发这种？我没发过。这样的回答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每个部门的说法都截然不同。正当陈女士犯愁如何解决时，却突然发现自己的户口已经恢复正常。但至于到底是何人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，众人则无从得知。那么你们觉得谁会有如此本领，让人死就死，让人活就活呢？留下您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